新架一路金刚岛队收势，接上势当头炮，双拳由拳变掌，先走大螺旋，后弧欲右先左，再变小螺旋，身法右转，外蓬打开，走大螺旋，两手顺势下捋，身法左转，领左手，胆右手转腰发力，顺势收右步，左手领手下沉，右手顺缠上蓬，左手合于右手肘尖内侧，放松下沉，左手翻掌，掌心朝上，右拳相合于小腹前方，冲拳领膝，正脚砸拳，收势。螺旋撑拳，两手打开，由左向右，领身上蓬，双腿慢慢向上蹬起，两手掌心朝上捧掌，合于额前，屈膝后坐，按掌下沉放松相合，搭于裤缝两侧，起身。收步，立正站好。好，背后当头炮，大螺旋当走后弧，接小螺旋对拉外蓬，再走大螺旋两手后捋，小螺旋领手上蓬，胆手收步。两手相合，右手上蓬，左手下按，合于肘尖，放松翻掌，落手下沉，提膝领拳，落脚相合，走立圆，胆拳外撑，顺势分掌打开，先微左，后向右回正，两手上蓬，两膝向上领起。双手合于前方，正脚，落手下合，两手搭于裤缝两侧，收步，立正站好。来，同学们，我们来到了最后的一个收尾结束的动作。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因为他们每一个动作当中，它都有不同的关于小度立圆的一些动作。所以来，同学们，我们看一下这个当头炮变金刚岛队。在前半部分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头炮的动作在结束之后，不管是它发力的过程里是以胸腰折叠相合，还是以左右螺旋相合，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左胯折叠向后坐，形成对称。那么好，左胯相合形成对称了，那么我们一定是形成了小螺旋结束之后再进行后半部分圆化，是不是？所以双手冲拳以后，先进行大螺旋的变式，怎么变？蹬左腿合右腿，两手不是直接向右产生拧膝转胯的动作，而是要先形成欲右先左，看到没有？欲右先左的身法。因为走后弧的过程当中，大螺旋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大螺旋到位了，再去走小螺旋，我们会发现腰转的距离和螺旋的位置会变得更多，那么我们的频率，这种螺旋力就会更加饱满。所以把这里要记清楚就可以了。频率的过程当中，还是两手手腕与肩同高同宽，随腰转带动手向右去摆掌。那我们再向后去走，一直到大螺旋从捋，再变小螺旋上领掌，这些动作它都是和老架一路相同的，唯独哪个地方不一样呢？就是我们说的新架一路有胆手的发力。胆手发力的过程当中，咱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已经很详细的讲到了怎么去将后边的力发出来，还有怎么去将前面的力发出来，都是什么？主打节节贯穿。腰在向左转的过程里面，咱们可以去看到左肩是向前的，右肩是向外向后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个大螺旋是已经将左肩进到位了，这时候你往左转腰，是不是右肩会向右斜后方，左肩会向前方领你的手？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作为一个单式。平常怎么练？右手就在我们的右胯间右膝上方，随着右转腰的过程当中，好像在打青龙出水一样，这种劲儿一下通过腰的螺旋就打开了。那左手呢，我们就想着手上一个鞭子，拿一个小浴巾向前去掸手，向前去掸手，腰只要一转起来，手臂做一个高度的放松，但是不要完全的把这个劲儿往左去放。咱们说过，以螺旋为发力的方式呢，最后的节点都是在你的梢节。有很多同学发不出来力，是因为什么？他的手会过度的向右侧的外侧去裂，向左侧的外侧去甩。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手在掸出去的一瞬间，这个力量是朝哪走？朝前或者朝右后，它最后的结局一定是将力量往前去送了，而不是去往外去送了。所以我们很多同学一展开，这个老师这个右腿怎么收上来这么难受呢？因为你的手就没有往前去送劲。如果它掸出来以后，力量是不是顺着一个弹抖就把我们的右腿收上来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掸手就是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凡是有发力，你要记住你的发力点的方向跟你的意识方向是统一的。你看着前面，你把手往两边去甩，劲儿看着可怕，两个棍子一下扫出来了。但是呢，你的真正的力点没有达到梢节，那它会不会引出你下一步的动作？不会。所以左手的发力点，大家一定要记住，意识要引准确一些，把力就掸在中线前方，把右膝外侧上方的这个力就掸在右侧斜后方，把这个劲儿从以螺旋发力的形式变成一种螺旋贯通向前向外的一种力。你可以理解为，老师，那这不就是直线吗？对，但你的直线不是那种非常硬的直线，而是一种螺旋形式的把手抛出来啊，把手抛出来，就像扔铅球一样，顺势把手扔出去就可以了。越松，那么你的力量就会越透。那再往后的时候呢，我们的金刚捣队又是老重复的动作，一模一样。右手上捧，左手按掌，不要把左手与右手交叉打开，合于右侧的肘关节内侧，随着下沉，右手节节贯穿。注意啊，由下向上做松沉，先做哪里？先做肩膀，不要先做胯，不着急，先沉肩，先沉肩坠肘，随后折胯后落，节节贯通，沉于自己的全背。左手在下沉的过程当中，随着身法的螺旋，一点一点走出来咱的顺产。那大家想一想，每一次说到胸腰折叠的时候，金刚捣队它是不是也是胸腰折叠的运化方式？所以由前到上，尽力领上去，捧出来之后，胸腰折叠下。当然我们不要做那么夸张啊，就是在套路演示包括口令在说的时候都不会这么夸张，只是跟大家说了，进路是以胸腰折叠为主，领上来，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出来了？但是咱们藏起来嘛，藏起来，那是不是就跟大家说了，先沉肩，沉向后向下去沉肩，然后引住自己往下去落，做折叠动作。所以这些动作还是老问题了，对吧？冲拳提膝，落脚的时候直上直下往下去做，沉脚落沉，螺旋向下，别把它直上直下，转胯相合啊，转胯相合，就这么简单。随后呢，我们遇到了最后一个螺旋折叠的动作。合到这儿以后，我们说了，撇身拳也是这样，懒扎衣也是这样，都是先走一个力圆撑拳。想发力，那就通过腰腹的力圆锻炼，把力练出来。一个小顺缠，小度由左向上，再向右，再向下，再回正。你的手好像是在这个力圆的球体上一样，直接给它一转抛出去。你看抛物线，是不是？转，把手抛出去，力就出来了。所以这些确实到最后了，还是跟大家就要嘱咐两句：没有任何的一个心架当中的螺旋，
它是不跟梢节结合的，都是在跟梢节形成高度相合。我们心架一路的课件当中的前3节课就跟大家讲了，心架当中的小度力圆是怎么实现的，心架小度力圆当中转出来之后是怎么和你的双手形成配合的。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同学们说，老师我老想去发力，心架当中的发力又漂亮又洒脱，那么我们都要建立在一个基本功非常强的一个前提基础上。大家都喜欢套路，但是等你当套路模仿出来之后，你就打不出它里面相应要有的一个味道。那问题出在哪里了？不是因为套路有问题，是因为内容有问题。什么内容？基本功的内容。你没有高度的去结合它的时候，那它想要去给你带来一个很好的外形表现，那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吧？所以说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套路当中，你的力圆螺旋全靠小度的螺旋在引带你的双手，到最后你看咱的收势同样也是一样的，一个小度力圆撑出去之后，再接上下弧螺旋，微向左转，两手由拳变掌分开，再微向右转回正，双手打开的同时引身上捧，两手抱球画力圆相合。心架当中的收势是最容易被人下手脚的地方。首先第一点，我先跟大家规正一下思想。第一呢，是太极拳本身没有起势收势的，但是后来的我们的动作当中呢，由于这个时代的发展吧，需要有起势收势，才会有了这个动作。那么也有很多老师在这个地方去做文章啊，说起势收势最难练。其实我们回到动作的本质里面，我们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一，它是心架，那么我的两手上引肯定是结合了一些的胸腰折叠。那胸腰折叠大家去感受一下，胸腰折叠的涌动，它一定会带动两手向外、向前、向上。咱说过，套路当中要求啊，第一点，以身去运化手部梢节的动作。好，现在你把手运上去了。第二，上不过眉额，下不过腰裆。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个非要抱在头顶的动作，也是我们常说的太极拳从套路当中出发，以身带手，手如果没有刻意要求，它是不应该出现手自己单独的劲儿抛到你的头上方。哪怕咱们的肘底拳，它都是以身体的螺旋带动，把手像一个小鞭子一样甩上来，也不是你的手自己往上去伸去够。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角度大家去理解一下，就是收势的过程当中，你只需要配合出来第3个重点。抻完拳了，也螺旋完了，通过你两边的松沉，以我们的胸腰折叠引上去吸气，在身前抱球，沉肩落肘，胸腰折叠按掌，呼气下沉，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收势的目的到底是在干什么？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是为了沉气，是为了就各种各样的一种沉意识，沉，反正就是主打一个字沉，对不对？我在科学的角度跟大家去讲一下，收势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为了让你调节呼吸，回收状态。什么叫回收状态？调整呼吸。你打完拳以后，如果说你的体能非常好，那么你打完拳的过程当中，呼吸肯定也是会根据体能的不同的阶段来形成不同的变化。体能好了，呼吸肯定节奏就好，对不对？体能不好了，呼吸节奏肯定会慢。那你最后这一下其实就是为了干嘛？调息，把自己的呼吸的方式调整到一个正常状态下、自然状态下的这种表现，让你的身体很迅速的回到你练拳之前的样子，或者练完拳以后那种通透的样子，而不是说一打完收完势以后还是这样，那你这一套拳打下来是不是就意义就不大了？所以调息在收势当中是占主要部分的，随后才是你的意识下沉、意念下沉，随后再去调整别的内容。为什么？因为呼吸沉下来了。大家去想一下，每次你遇到紧张的事情，我们身边的人第一句话，调节一下呼吸，你就不紧张了。所以从呼吸当中下手，呼吸调节好了，心神自然会下落。心神下落了，四肢包括你的中部躯干都会形成放松。所以呢，如何去松下来，
从呼吸当中先作为主要的点。那吸气上捧，吸于眉心额前头顶，按于小腹丹田下沉相合，逆腹式呼吸。随后两手自然搭在裤缝两侧，收腿，然后再去调节一次呼吸，你的身体就调节成最自然、最正常、最健康的状态了。这是我们说的金刚岛对收式